前几天我们频道里面发了2年前870那批手机的老机新测啊，看过的小伙伴可以扣波1啊。今天算是那期的姊妹篇。这2年前的真旗舰处理器，当然这个真是打引号了，是一提名字就会让你手心一热的骁龙888。再问大家一下啊，2年前买888旗舰的小伙伴啊，可以扣波2，咱们看看有多少啊。这2年前那个处理器确实不太行，这2年之后这些手机优化的怎么样了呢？啊，他们还好吗？好的，我是王九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本期主要聚焦在2021的上半年啊，这个机型是华米欧微国5家旗舰啊。鉴于苹果1年1代啊，参战的是12 Pro Max， 华为的 P50 系列呢到7月底才发布，算是下半年的了啊，所以我们也选择了前1年的华为 Mate 40 Pro， 各家的配置情况我们先一张图打出来。ID 方面啊，苹果如果不看正面刘海的话，其实和现在的14系列没什么太大差异啊。其他几台相比于今年啊，都是大圈套小圈的摄像模组，各家也都算是有自己的特色。Mate 40 Pro 这代新环被很多人称为最美华为机，小米的3颗摄像头加上一个手环视窗啊，占据整个手机1/3的后盖啊，算是小米玩的最开的一次，辨识度绝对拉满。OPPO 的火山口视觉观感上改善了镜头突出的问题，vivo竖向排列的云阶长方形与手机整体相呼应啊。手感方面呢，小米5000毫安时的电池加上陶瓷后盖，234克啊 ，vivo 4200的电池啊，相对来说就比较小了，不过它的重量也只有191克，6.56英寸的屏幕，单手握持还是不错的。把这几台机械啊直接摆在这儿啊，咱们单看 ID 的话，你最喜欢谁？可以评论弹幕。在系统维护上啊，这个 iPhone 就不用说了啊，手里的机器呢已经更新到了 iOS 16.4.1，小米这边呢确实是最新的 MIUI 14啊，不过也没有进入剃刀计划啊，手机的自带软件呢是不能卸载的。OPPO 呢也升级到了搭载 ColorOS 13的安卓13，华为呢是最新的鸿蒙 3.0，vivo 升级到了安卓13。性能上，为了减小这2年的个人使用差异啊，我们先都给重置了一下啊，没有其他应用和数据的缓存啊，所以各种成绩可能和大家日常使用是有差别的。谁说二手数码不能高品质？闪小白 APP 支持无理由退货，能买也能卖啊！现在新人还能领60元礼包。目前的8针2的原神基本都能跑到59帧了啊，这批老机器依然按照数据库最新的3.0版本进行测试。华为这台毕竟更老一点，在体验上是相对较差的。温度较低时呢，它可以拉到60左右，但是升温之后就直接锁到40，而且它这个曲线是反复横跳啊。其实我们之前讲过，你这种体感啊，真不如锁一个50，哪怕45啊来的舒服。苹果和小米呢，一开始可以稳定在较高帧率，但是温度上升之后啊，整个帧率也是过山车啊。OPPO 同样也是过山车，而且一开始它就稳不住啊。vivo 的帧率呢，则是在30和60之间频繁波动啊，高低上比华为跳得还狠啊，但它是一个整体波动。其实大家都是半斤八两啊，可以说这个环节没有赢家。单看纸面的话呢，帧率最高的是 vivo 52.1，其他几款呢都在50以下啊，最低的是 OPPO 啊，只有40.1帧。在功耗方面啊，小米直接到了6瓦啊 ，vivo 4.9瓦，最低的是苹果啊4瓦。单看温度的话呢 ，vivo 虽然是素皮啊，却是几款中最低啊44.5摄氏度啊，但是别着急，低温是有原因的。华为稍高一些44.8，最高的是苹果46.7。如果综合各种维度啊，非要在这批不太行的帧率里边拔个将军的话，其实小米稍微好那么一丢丢啊，但是问题也很多。大家为了抵御888的狂热啊，帧率都不敢调高。蓝厂为什么帧率上了50，功耗和温度最低呢？因为它的分辨率只有580p，温度上去之后，它的亮度也降到了145尼特，基本上室内关灯啊才能勉强看清。苹果748p，另外几台呢也都到了720p。OPPO 在亮度方面还是比较刚的啊，全程350尼特啊，7家都降了亮度啊，并且这亮度是锁定的，不能调节。小米降到了212，华为苹果也降到了140多。这批888还能玩原神吗？我觉得如果你要求不高，能接受上面这个体验的话，那就还行。但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。我们测完了之后又玩了一下今年的旗舰。啊，你真的是绝对不想再碰这批机了。中低负载方面，虽然都是曾经的大旗舰啊，但目前这几台对于王者的适配还都不一样啊。有意思的来了啊，小米和 OPPO 最高支持到120高清，华为和 vivo 适配了90帧极致画质啊。Mate 40它的屏幕就是90赫兹嘛啊，情有可原。但 vivo 这边有120赫兹啊，但是它的王者只适配到90。苹果这边当时还没有高刷啊，所以就是60极致。为了照顾大多数啊，我们全部设置为90极致啊，苹果是60极致。90的几台小米的帧率几乎是一条直线啊，其他几台都不能稳定在90啊，你没有听错啊，在团战时或多或少都有掉帧。平均帧率最高的是 vivo 啊，91.3K 跑满啊，最低的是 OPPO 88.2啊。我不但帧率低，我功耗还最高啊，4.7瓦，比表现较好的华为高了近1瓦啊。看到这个功耗，到后面的续航表现你也不会太过惊讶了。小米4.5瓦，苹果这边4.0瓦。我不仅帧率低啊，我温度也高啊，机身最高到了48.2摄氏度啊，这比原神的温度还要高了啊。我们感觉应该是新系统的适配有点问题。大家应该都非常好奇88的温度，我们都给大家列出来啊。其实帧率、美感、拉
拉得很满，所以也没有太高。安卓这边几款最高的是 vivo 44.2，然后最低的是小米41.9。相比于最新旗舰王者这类的表现啊，其实还 OK 啊，是能玩的啊。不过这个测试呢是基于数据库25摄氏度环境温进行的啊。进入夏天之后啊，很多小伙伴有一些户外游戏的这个场景，在更高温的情况下，应该就把持不住了，得加一个散热配甲才行。回过头我们再看一下纸面跑分啊，同一版本啊全部进行重测，88的机型都在80万分以上，这最高的是 X60 Pro Plus 啊85万啊，与骁龙8 Gen 2呢现在相差是43.7万左右。那在老神优麒麟9000的 Mate 40 Pro 啊刚好是80万。CPU 方面 Geekbench 6单核啊3台88的机型相差还是比较大的啊，与今年相比最高相差了约33%啊，这2年单核提升不是特别明显啊。苹果12 Pro Max A14 2065啊，这与最新的8 Gen 2都不相上下了。多核方面，几台88的机型最高的是 X60 Pro Plus 啊3776分 ，Mate 40 Pro 是3969，多核的表现方面要高于88的机型。GPU 方面，3台88还是不分上下，与 H4 呢约有36%的差距。这2年 GPU 的提升还是非常大的，也和手机厂商狂卷影像是有直接关系的。图像处理是绝对刚需嘛。华为这边7930分啊，比骁龙的机器高了2000分左右。88和8 Gen 2这2颗芯片的 SoC 曲线啊，我们早就更新到数据库里面了啊，大家可以随时随地查看啊。怎么看这个曲线？我们再说一次啊，大家注意这2个点就可以了。曲线越靠近坐标轴的左上角能效越好，同样的越靠近右下角能效越差。CPU 方面，这超大核8 Gen 2的峰值呢能到60分，88的峰值44分，也就是说，同样在3瓦的功耗下，这2者的性能相差了28%啊。GPU 方面，1080P 离屏8 Gen 2的曲线呢明显要比888高了很多，这峰值性能最高能跑出223的成绩，而且它的功耗仅为7.2瓦，而88的峰值最高是7.8瓦，确实跑出了123分啊，相差了100啊。同样消耗6瓦的功耗啊，8 Gen 2可以跑到201分，而88只有116分啊，对比提升73%。大家把台积电这3个字给打在公屏上。续航上还是强调2年的机器嘛，它的电池健康度是各有不同的啊，这个环节仅供参考。电池容量上相差也比较大啊，我们全部进行了3小时的续航测试 ，OPPO 最后剩余36%，6个项目中视频录制消耗了22%，另外4款都能剩余在50%以上。电池最小的苹果还剩余了51%，vivo 比较意外啊，剩余53%。不过对比它游戏保守的表现啊，这个续航好一些是情理之中的。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原因，它是1080P 的屏幕啊，华为剩余55%。如果放到现在的数据库中呢，确实排名靠后啊。不过这也是使用了这么久啊，电池有损耗之后的表现啊，其实还可以。先问一下大家，使用2年之后啊，就给手机换电池的小伙伴啊，可以扣波1。我们把这批机器全部升级到最新的系统版本，重测了他们的数据库，20款应用2轮打开，用时最短的啊是蓝场vivo啊117秒，华为在这个环节就相对差一些了啊，用时206秒，你没有听错啊，并且它还杀了8个后台。不过好在测试过程中呢，没有什么动画加快和预加载的情况。影像方面啊，这配置我们先集中给大家打出来。这小米相机堆料还是很足的啊，主摄是5000万的三星 GN2。现在很多小伙伴可能不是太熟悉啊，但是在989出现之前啊，这个算是机圈老大。vivo 有蔡司加持，那个时候的徕卡还属于华为。干翻华为。首先，白天场景下啊，阳光充足的时候，大家表现都还是挺不错的，毕竟都是当年的大旗舰。不过，华为在徕卡的加持下，这照片更具风格化，整个观感主观上要更好一些。其他家这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形成特别明确的自我风格。OV 在很多场景中依然还是单纯的拉高饱和度的策略啊，比如这组照片啊，华为的灯光就更加好看一些啊，苹果略显平淡啊。这组大逆光的场景中 ，OV 的草地要更加绿一些啊，苹果的暗部细节有丢失啊，广告牌后面的灌木看着都已经很糊了。夜景方面啊，各家照片对高光压制还整个画面的观感上也都还可以。小米这边虽然有当时最好的硬件啊，但是在调教上总给人感觉不是很稳啊，观感上要稍微差一点。华为依然很好看啊，但是这个偏色问题也依然是老毛病啊。比如这组，它把灯管都拍成红色了，实际的颜色应该是苹果和 OV 的这种橙色。小米的整个画面片子啊，夜景中呢偶尔还有一些照片会有泛白的情况。苹果这边的鬼影是硬件问题了，没法避免啊。比如说这组，其他几台啊相对来说就更加正常。影像总结，大家在大部分场景下呢表现都还 OK。当时有徕卡加持的华为已经很有自己的风格了，观感上较其他几家也更好看。苹果依然朴素平淡，但软件体验方面，即便2年后的现在，依然是最强的，各种动画都非常丝滑。OV 虽然当时没有形成风格啊，但是讨喜的观感也还 OK。小米这边现在强势的表现，再回看2年后，虽然当时有最强硬件啊，但是调教策略一直不是很稳。这2台机器放在左右手，就更加能体现徕卡加持是多么明智的选择了。那真的是弥补了小米的短板。当然，以上这些呢，都是以测评的眼光去看待的，毕竟都是各家大旗舰嘛。
啊。如果是大众视角，这些拍摄效果即便放在今天呢，也是很可以的。每次到老机型的影像环节，我们总是忍不住说，这拍摄记录本身其实是更有意义的啊，多拍多留存更有价值。这4、5年前拍摄的照片可能很模糊啊，但记录的是和同学一起爬上山顶时的合影。其实大家日常在翻看一些自己的老照片的时候，我不说你可能也没有注意到过，就是大家不会特别去在意照片的质量啊，这就好比旅行很重要，但是与谁同行更重要。88的机器，如果你就是日常的轻度使用的话，其实和当下的机器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别，主要就是游戏方面是比较明显的。影像方面，相比于当下的机型呢，在拍照体验和成像风格上面，确实现在提升还是挺大的了。我们标题的提问啊，这个2年过去了，88的这些机器还好吗？答案是和当年其实相比也没什么大提升，基础处理器的差劲啊，厂商们即便再努力啊，在性能方面还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。你要是指望这2年算法有什么精进优化，能改善88的基础体验啊，那还是趁早打消这个念头。我们还是强调一下啊，这个系列的视频呢，并不是让大家去选择什么老机器啊，当然这二手你要还选择88，那确实是冤种到家了。小白测评2年前的机器，或者说老机新测这个系列啊，主要是验证厂商对于老机型的支持情况啊，对于老用户的维护情况，这是品牌尽责，尤其是品牌生命力的重要体现。我们视频中呢，肯定是抽了一些环节的，相比于你认认真真用了2年的真实用户啊，视频中难免有一些疏漏。如果你正在使用这些老机型，不妨在评论区聊一聊你自己的体验。OK 啊，本期这些机型我们全部进行了数据重测啊，掉了3333根头发啊，记得给我们点波赞，特别感谢。更多的精彩，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，不过人体验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